那 iPhone Pro Max 来了 ，Apple Watch Ultra，AirPods Pro。给我弟的毕业礼物终于准备好了。那我要转你多少钱啊？3样999就好了。美元吗？人民币啊。你在哪里买的？坐地铁在华强北啊。This is an iPhone 14 Pro Max. This is the front, this is the back. There is nothing wrong. Let's turn it on. Wow, the Apple logo. Just the same. Even Mr. Cook will say, Wow. 直到屏幕完全亮起，这个大黑边，事情不太对劲。没错，这其实是一台山寨 iPhone 14 Pro Max。不过为什么是14 Pro Max 不是15 Pro Max 啊？喂，崔爷，闲鱼只能买到这个。不得不说，这个外观还是模仿得很到位的，各个按键的位置啊、灵动岛等等。后置摄像头是一真两假的设计，左上角这个是真的，另外2个对着光线稍微晃一晃角度就能发现不对劲。闪光灯也是真的，但是这个颜色也太黄了吧！而当你开着闪光灯来到屏幕的正面，what the fuck？ 前置灵动岛也直接亮了起来，这波啊是后置闪光灯和前置柔光灯一灯两用。关闭闪光灯后发现，这直接就是透光的。整个闪光灯也是松松垮垮，感觉都能抠下来。OK， 抛开上面这些，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台手机的影像。在对焦的时候，闪光灯还会亮起来，合着这实际上是个对焦辅助灯是吧？至于实际的成像照片，高情商 CCD 质感，低情商我拿台笔记本电脑的前置摄像头都拍得比它好。而录制视频时，这个灵动岛直接就遮住了一部分 UI 啊。这是山寨 iPhone 的视频画质，格式甚至还是3GP 的。而这是10年前 iPad Air 2的视频画质，而这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视频画质，比起真正的 iPhone 那是意料之中的差远了。不得不说啊，这个系统 UI 还是很有模有样的，不过也仅限看起来。只要一滑动手机，好卡，超级卡，各种反应已经不能说是慢半拍了。系统 App 的图标和界面是复制了的，但是功能选项直接就是假的，像是一个贴片，根本就是点不进去的。天气 App 是假的，点进去没有天气。我手动选择城市之后，直接显示0度，隔着全球冰冻了是吧？测距仪我们都知道，在 iPhone 上是通过雷达传感器来测量长度距离，非常的方便。而这台山寨 iPhone 一点进去，竟然是把尺子，并且我拿真的尺子量了一下，刻度还是对不上的。What？ 指南针也是假的，不知道这指什么。Apple Store 点进去，直接就是应用会。我下载 APK 文件，直接就能进行安装。OK， 这下实锤了。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台安卓 iPhone 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先是打算安装 IDA64，发现无法安装，我还以为是被系统列入了黑名单之类的，只要检测到是检测硬件类的软件，就自动停止安装。我又想到了白说的白眼 App， 试了一下，发现可以安装。按理说白眼更应该被禁止安装才对，毕竟就是专门针对山寨机检测的嘛。但是却可以安装，那说明这个山寨厂商的手段还是没有那么高级的。后面发现其实这台手机的芯片只支持32位的软件，白眼是32位的软件，所以可以安装。其他更新的软件只要是64位的都安装不了。所以我找来了这些检测软件的老版本，是时候看看你是什么芯了。MT652 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在搜索软件里面一搜，联发科于2013年第3季度推出改进型处理器 MT652。联发科的官网则是写道 ，NT6582 为主流3G 智能手机带来4核心效能啊！2013年3G， 再看一下安卓版本，哦，安卓5.0，哇哦，这是什么上古版本啊？这么老的安卓版本，日用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到后面你们就知道了。这波啊，直接梦回10年前啊！至于这台手机的性能啊，性能，你指望这玩意儿给你什么性能？能开机、能打电话、发短信已经很不错啦。我先是尝试安装 Geekbench， 发现 Geekbench 6和5都太新了，装不了。而 Geekbench 4装是能装，但实际跑分时一直会报错，而且安兔兔什么的也是装不了。最后还得是白眼，里面有个 CPU 测试的功能，我们只得拿这个来跑分对比看看。由于我们手上都是些旗舰机和次旗舰机啊，为了能找到与之旗鼓相当的对手，我灵机一动，找到了我们曾经开箱过的于荣光代言的夏新手机。这台山寨 iPhone 单核41分，多核162分，大约和骁龙212差不多。而夏新手机的性能都大约是这台山寨 iPhone 的5倍，和最新的旗舰手机相比，则更是以卵击石了。哇，真是买台都比它好啊！你搁这比烂是吧？这台手机只要565元，你那个可是要1999啊！可人家是大牌子啊。
既然不能安装游戏来测试，那我们就准备了另一个终极测试，测一下日用软件。首先是搭载了虚幻引擎的聊天软件 QQ， 没想到吧，装不了。我试了一下微信，没想到吧，也装不了。最新的 QQ 和微信都需要系统版本至少在安卓6.0及以上。打开应用商店，直接就是拔尖四顾心茫然。普通的软件，安卓版本太低了，装不了。游戏 App 的话，剩余存储空间不到2G， 这能装个什么呀？只能装逼。况且这个2013年的 NT6582处理器，你指望它打游戏？还有这1GB 的运行内存，同样差的还有网速。当然 WiFi 只支持 2.4G 赫兹，测速大约是 4.2 Mbps， 而同一位置其他手机测的是580 Mbps。每次下个软件都是在煎熬。硬盘读写也是一样的烂，7.76 MB 每秒的持续写入。我出去外面随便买个 TF 卡 Class 10的都比你快。合着你这手机就只能拿来打电话发短信是吧？我来真的打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打电话。哇，它至少真的可以打电话和发短信，我哭死！音质怎么样？我这边这个山寨 iPhone 的音质好吗？大家好，这里是热男 Hot Guy， 欢迎给我们一个一键3连，因为花这几百块钱买个山寨机还是很肉疼的。我合理推测一下，这个手机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就是你经常看到那种拿大喇叭喊着回收旧手机换不锈钢脸盆，然后回收回去把主板拆下来，就刷个新头塞到这个壳里面，就是这台手机。就这头答辩，电池不知道多大，充电倒是和真 iPhone 有的一拼，也差不多3个小时才能充满，功率大约能跑到8瓦，但是充电策略非常奇怪，总是充几秒8瓦，然后突然跳到0瓦，然后又跳到8瓦，然后又0瓦，这样反复横跳。充电慢就算了，耗电还特别快，并且非常不线性。一开始可能亮屏1个小时都不掉1%，然后到后面直接哐猛掉。Surprise！ 总结一下，在测试这台手机的时候就是折磨，从浏览器下载 App， 浏览器卡，下载慢，安装也慢或者直接报错。好不容易安装个 App， 一打开又慢又卡。除了打电话和发短信，其他的它基本上都干不了。这么说吧，只要不开机，这就是台好手机。至少从外观上来说，确实挺像 iPhone 的。至于性能嘛，那还是算了，又差而且还没有质保，真买来用还得是品牌机。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在各大平台搜索热男和热男编辑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哦，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就要把这手机拿去砸了。我靠！ One more thing. Ah, 我现在已经把这台手机给拆了7零8落了。这样后面这个摄像头对吧？我现在说一真两假，你看确实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是真的，这两个是都没有的。然后摄像头呢，我发现后置是一个。 3A12CUF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弹幕里标出来啊，这可能是什么内部代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前置摄像头呢，它很好，就直接写在上面了。前置摄像头是索尼的 IMX190，一个1/4英寸500万像素的。然后这么一小块就是它的主板了。然后这个电池很骚啊，它是直接焊在上面的，它都不是排线，直接焊在上面。而这个电池呢是个三无产品，它上面啥也没有。就我本来还想看一下它电池多大，对吧？它其实可以看到电池是非常薄，然后也很小。 然后，但是它电池上没有标任何的参数，就什么也没有。然后我们把主板的这个屏蔽罩拆下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的处理器呢，这里写的联发科的 MT6582。然后呢，这个上面的闪存是三星的一个闪存，就是1G 的运存和8GB 的存储。在我们视频里，软件测的是4.66G，不过按这个芯片的颗粒来算的话，应该是8GB 啊。而且这个山寨 iPhone 为了贴近真正 iPhone 的手感，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用料其实是非常简陋的，对吧？因为它其实也很轻，所以它很骚，在里面。 这里塞了一块钢板，你知道，就是用来增加重量，纯粹是。然后屏幕也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说它漏光，对吧？其实真就是漏光，你看这直接透过来。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哇，这其实是一块，哇 LCD 屏幕，兄弟们，是不？